2022年4月19日，全家出动带着姥姥去开通她的网银还有手机银行。其实这个事儿已经策划很久了，毕竟年龄大了嘛。但是这事儿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正好碰到这一天，天气很好，姥姥状态也好，就定下来了。中国的智能手机以及相对应的互联网支付发展是非常迅速的，但是呢，对于我们家这种高龄老人来说，就很糟糕了。他们根本都不会用手机，平常呢出门也很困难，去取个钱都只能让我们来代劳，而办网银呢，必须是本人去参与才能把这个事情办好，这也可以理解。但是呢，像我们家这个银行，中国银行，它本来最早的时候是离我们家大概就600来米，后来呢就越搬越远，之后是搬到了将近1公里，现在呢就搬得更远，搬到了大概1.5公里。再加上这个疫情啊，反反复复，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没有让老人出来的原因。但是现在呢，又不得不去办，不办的话，确实还是挺麻烦的。因为老人呢没有网银，所以呢每个月给保姆阿姨汇钱，我就必须自己先跑一趟，跑到离我们家大概1.5公里的中行，因为老人的卡它是中行，他这个退休金的社保卡。去那儿用 ATM 操作，把钱给转到我妈的卡上，然后再让我妈支付阿姨的工资，每个月都必须跑一趟。如果有了手机银行或者网银，这不就方便多了吗？在正式出来之前，首先需要做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办他名下的手机卡，因为只有他名下的手机卡才能开通他的网银。其次就让他练练字儿，他真的好久没有写字儿，他以前还是经常写字儿，字儿还写得不错，但是这10年来都很少写。而银行要求必须要写他的名字嘛，要手写姓名，所以得让他练练。之后呢，就是规划来回的线路。本来打算是用汽车嘛，把他拉回去再拉过来。后来考察了一番，发现不太行，因为那个地方汽车是不太好下车的，并且到处都有围栏，下车以后轮椅也不好推过去。后来我们想想，还不如直接找一个好天儿，就用轮椅给他推过去，然后再推回来。这样路上大概也就是20分钟出头吧，单程啊。抵达银行以后，我们给大堂经理说明了来意。刚开始大堂经理还不是很愿意，因为从他的角度，我觉得也可以理解。他就觉得老人嘛，你连手机都不会玩，万一碰到了电信诈骗之类的怎么办呢？或者各种家庭纠纷，对吧？后来呢，我们就给他叙述了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况，说了好长时间，他也就同意了。但是他也提出了个条件，就是要有限额。就像这张卡虽然可以办网银，但是之后每天的转账或者取款额度上限就是1万元人民币，不能再多了。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其实我们每个月也就取1次钱，只是给阿姨取个工资，再取点生活费。之后呢，就开始办网银，而且是在柜台。就只不过我们没有想到办的这个过程真的好长，最后我们算下来一共办了将近40分钟。我姥姥至少签了有5、6个名儿，但是她手虽然很抖，但是签的名还行。办完之后呢，我们又换了一条路，把姥姥慢慢的给推回家，这样呢也让她看看郑州现在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。她真的好久没有出来了。顺便路上呢又买了几个包子，作为他们的晚饭还有早上的早餐。同时呢也买点槐花。我妈呢现在在研究槐花的做法，正好也是这个季节，做好以后也给我姥姥他们再分一份。最终呢耗时1个半小时，终于把事情给完成了，心里头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。